这里4个，整个都没电，只要一通电的话，这4个马上就好。这期是单枪匹马的维修整个小区监控。之前物业有请过施工队来维修，但没修好几个月，一大半监控又没了。物业在联系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找各种理由推脱，所以这次就找到我这里。我过来之前大概了解了下，这小区总共有9栋楼，每栋有2个单元，每个单元有大量的网线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监控给来维修好。面对这么多监控，大伙就看下小胡是如何面对的。首先我们跟随物业来到了机房，当时进入机房一看屏幕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边棘手了。这个录像机只有2个画面，那么说明在我之前肯定还有人来维修过，所以我就问了下物业。这边是你删掉了吧？这边没有，没删过。没删，但是他这边一般删的话，他没删的话会出现网络不可达。这我是。现在总共有多少个监控看不到？能统计出来吗？你看这些是没删的嘛？1、2、3、4、5、6个是没删的，无网络视频就是没删的。这里边没人动过。一听说没人动过，难度一下加倍了。这么大的录像机，不可能一开始只有2个摄像头，所以我只能进录像机里面，看下通道里面到底能收到多少个摄像头。这些设备已经被其他录像机添加上了，这么多啊！3网段的，1网段的，我再看下其他的，通道管理。这个是1网段的。当时我看这些监控信息，完全是一头雾水。1网段怎么还和3网段混在一起了？看来之前的维修师傅已经彻底把线路给扰乱了。但这个还不是棘手的，更棘手的是，你别看这些监控，它画面是好的，但是过了一会儿，它可能就随机断开了。我放大后才发现，这些画面卡顿实在严重。9秒直接就跳到17秒，你看，21秒变成27秒了。这也是12号楼。这种情况不是那么乐观，所以我就要搞清楚这边的线路布局，看下该从哪里下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里我数了下，总共有6台录像机，它们都接到了这交换机上。这里我用电脑加上去，然后打开设备搜索软件看了下，能搜到76个设备。这边我用电脑拼了几个摄像头，发现它延迟巨高，甚至有些高达1000多。这也难怪画面会卡顿的非常厉害。但眼下只能先把卡顿给修好，如果卡顿修不好的话，你后期监控还会一直掉下去。我看了一下这些光收发，我怀疑卡顿原因是这些光收发承载不过来导致的，所以我得用电脑接上去看一下这些光收发都承载了多少个摄像头。20个，30个，负责18个。这3个光收发最多的也就接了30个，一般接30个也不至于卡顿成这样，那应该是外面线路出了问题，所以我就让物业带我去单元楼，大概看一下那边的线路布局。2个光收发，这上面这交换机，哎呦，到 B 单元，这个呢，到C 栋 C 单元，这是几栋啊？12栋。这12栋。他一说这里是12栋，果然就和我想的一样，这里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串联点。这个交换机应该是负责这单元楼的摄像头。这么说的话，其中一个光收发又串到其他栋了，那么我在这里应该能收到60、70个摄像头左右。当时我就随机接了个光收发，然后用电脑搜了下，发现这光收发它只负责7个摄像头，那这个还不是主光收发，所以我又接了另一个光收发，然后用电脑测了下，哇，这个直接就收到60多个。一个光收发能收这么多摄像头，看来线路串联的非常厉害。我这边就拼了摄像头看了下延迟，发现情况不容乐观。这延迟到这里都不正常了。一般来说，这种监控延迟都在1、2毫秒，但是这里已经几十上百了，得想办法把这些延迟降下来，不然的话这些监控不好修了。接着后面我就搞清楚他这边所有线路布局，这个过程有点费时间，所以我就跳过了。这里我就把他们全部线路布局都画了出来，然后再指出他们问题所在的地方。这个就是他们的整理线路布局图了，总共有9栋楼，7号楼是监控室，
他们的布局是这样的，比如6号楼 B 单元那些路口监控都是到单元的交换机，然后交换机接上光收发，光收发再发到 A 单元的光收发上。我这边放大吧，然后这光收发接交换机，交换机再接这个 A 单元的另一个光收发，然后它这样发过来，发到这光收发上，这光收发又接这个交换机，这交换机又接这光收发，然后它又这样发过来，然后它又接交换机上，这个也是接交换机上，然后由这个发到机房。这样接的话，它就串联了太多交换机。不过好消息是，3号楼它是直接到机房的，10号楼也是直接到机房的，8号和9号，还有5号和6号这2个这4栋楼都不卡，这4栋楼都不卡，卡就卡在这2栋楼，11号楼和12号楼。因为11号楼有点特殊，它有3个单元。所以它这边的话，就是路口的监控全部到了交换机上，交换机通过这个光收发到了12号楼 A 单元，这个光收发接交换机，然后接这个光收发上 A 单元光收发又到11号楼 C 单元的光收发接这个交换机上。我这边放大一下，然后再由这个接光收发又串到了这里，这个又接交换机上，这个交换机又由这光收发串到这里，然后又接交换机上，这个又接光收发，最后来串到了机房。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11号楼和12号楼的全部监控。总之这些就是很典型的设备串的太多导致卡顿，所以目前解决方法就是11到12号楼都要有一条独立的线直接到机房。考虑到这改进的过程有点漫长，所以这里我就一笔带过了，给大伙看一下改好后的效果。这叶子摆动的程度已经很流畅了，说明卡顿已经完全消失了。这边这个也一样，之前卡的现在都不卡了，就是全部卡顿的都消失了。但这些的话得修。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坏的监控都在哪个位置，所以我们就用了个很笨的方法。我让物业拍一个保安，拿了扫把在摄像头面前晃悠，然后我人在机房观看画面。如果我能看到扫把，那说明监控是正常的；如果看不到的话，那么监控就是坏的。能听到不？这个是有的，我看到你们上楼了，这个正常。好，去下一个。我看到你了，这个也有。这个也是有的。门口这个正常，下一个。这个也正常。下一个，正常。就这样，我们靠这个方法收集到了所有损坏摄像头的位置。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些摄像头损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情况吧。没有。这线到哪了？还有空城计这一说。当时我以为这里面会有个交换机，结果它线往地底下走了，那应该是通向其他弱电箱了，所以我只能去下个箱子看看有没有交换机。物业旁边的饮水机，看看什么情况。不是吧？到哪的？也是空的。我会以为里面有个光收发或者是交换机之类的，结果没有。那这样的话，这线往里面走，它到底通到哪栋楼的都不知道。它可能是进了这栋楼，也可能跳了那边再到机房，或者说它也可能从这里跳到那栋楼，然后再跳到其他楼。这下就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了。这个也是看不到的，过去看一下。希望你这里面有交换机，真的不然。还好你有交换机。不亮，不通电，不通电啊？那怎么玩？
不充电反而更麻烦。这电是去哪里取的？确实没电。有电的话它会响。我不知道它的取电是在哪里的，也可能这栋楼，也可能其他地方，也可能断了，但是断的概率也不高。这个也放弃了。当时接连3个地方让我摸不着头脑，不是没有交换机就是不通电。我是到了第4个地方才遇到了转机。哇，终于有交换机了，但是凉透了，没有电，全部都没有电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除到主线的话，修好最少能修好6个。到监控室，这里写着监控室，那么这条线应该是主线了。后面我还在这里发现了之前那球机的电源原来是通向这里的，而且我还发现泳池右边裂感监控，还有泳池左边裂感等等监控主线都是通向这里的，但是不清楚什么原因这些线被拔了，而且全部的电路也被断开了，所以只要恢复这里的电路，那么监控应该能恢复一大片。接着我又来到下个地方，发现情况都是一模一样的。等一下看见吗？这里4个，整个都没电，全部都没电。只要一通电的话，这4个马上就好。所以目前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负责这些监控的电源总闸，看一下是主线路断了还是跳闸了。但他们没一个人知道监控的总闸在哪里，所以这边我只能四处寻找了。我秉着就近取电的原则，看了下附近的配电箱，但是都没有发现标有监控的电线。我后面打算上去111来找线的，但是物业电工比我快先一步找到了总闸。这个真的想不到，恢复了多个？现在吗？你看，一拉上电就恢复了。刚来13个，现在多少个？ 1、2、8、9、10、16。谁能想到？ 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4。那这条又是干嘛的？我感觉这条也是吧。我感觉这条也是哦。但是我不敢乱接，到时候其他地方漏电还是什么。刚刚你看到这条线，这条线也是。我感觉应该是，但是不敢接，真的不敢接。这个电缆是我们做监控的时候才有的电缆。恢复了多少个？看到没有？泳池之前泳池的现在都可以看到了，还有个16了。其实这边监控主要故障都是电路问题，考虑到把这些电路修复过程都加进来，那视频就太长了，所以这些画面我就跳过了。好了，就给大伙看一下最终修好的样子吧。怎么样？维修监控非常简单吧？